2020年苹果秋季发布会结束后，虽然没有大家所期待的 iPhone 12系列，但全新的 iPad Air 发布了。通过全屏设计和多彩的配色，同样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首发苹果 A14 仿生芯片的 iPad Air 4自然成了发布会的压轴新品。相比于上一代 iPad Air 4可以说有着脱胎换骨的改变，光芒直逼11英寸的 iPad Pro， 甚至看起来比后者还要物美廉价。那么它会比 iPad Pro 更有优势吗？ iPad Air 4不仅用上了苹果自称 iPad 迄今最快的芯片，外观也与 iPad Pro 看齐，各种功能该有的都不缺。更值得注意的是 iPad Air 4有更多颜色，看起来似乎还比 iPad Pro 更鲜亮丑陋一些。那么 iPad Pro 真不如 iPad Air 4吗？成为了过气产品吗？苹果为什么会推出这样一款光彩夺目的产品？ iPad Air 4和 iPad Pro 谁更值得买？看似在竞争 iPad Pro， 实则暗藏苹果精准的刀法。其实仔细看看 iPad Air 4，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升级显著，但实际上与 iPad Pro 的差别还是很多的。我们通过一个差异的参数对比表格就可以看出来。一、屏幕，二者的尺寸均在 0.1 英寸的差距，但显示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别。iPad Pro 11英寸支持 Promotion 至适应刷新率，最高支持120赫兹刷新率。iPad Air 4还是普通的6赫兹刷新率，前者最高亮度也是更高。二、机身，两者的正面尺寸相同，所以屏幕更大一些的 iPad Pro 屏占比更高，同时 iPad Pro 拥有更薄的机身和更重的重量。三、相机，iPad Pro 是双摄，要比 iPad Air 4多一颗1000万像素的超广角摄像头。此外，前置相机的参数虽然相同，但 iPad Pro 支持更多的人像模式。四、扬声器，iPad Pro 是4扬声器系统，而 iPad Pro 4是双扬声器系统。五、安全验证方式，iPad Pro 仍然是面部识别，而 iPad Air 4是指纹识别。指纹识别器同时集成在了电源键上。第六， iPad Pro 有激光雷达扫描仪，所以可以支持 AR 拍摄等方面需要景深采集的功能。第七，处理器，这也是很多 iPad Pro 买家最为纠结的方面。iPad Air 4采用的 A14 芯片是5纳米工艺制成，相比于 A12Z 的7纳米，理论上能效比较更高，但续航实际上无需担心的。目前苹果官方给出的二者续航能力均是使用无线局域网浏览网页或者是观看视频，使用时间最长可达10个小时。核心规模上 A14 是6核心的 CPU， 4核心的 GPU， A12Z 是8核心的 CPU， 8核心的 GPU。 虽然核心数不能完全代表性能表现，但在多核心性能方面，后者显然具备一定的优势。目前由于 iPad Air 4没有正式开卖，还没有详细的测试数据，大家猜测是 A14 单核 CPU 的性能更好，但 A12Z 在图形处理方面更具有优势。性能这一方面，搭载 A12Z 仿生的 iPad Pro 实际上完全无需担心，这颗芯片本来就是为平板电脑生产力支撑专门设计的。在前不久的 WWDC 2020上，苹果宣布其电脑将向 ARM 构架转移，并推出供开发者使用的 Mac mini。 这款 Mac mini 搭载的就是 A12Z 芯片。之前有人用 A12 芯片与桌面芯片进行性能对比测试，前者性能甚至能超过部分主流的桌面级处理器，这对于 iPad Pro 的买家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如果搭载 A12Z 芯片的 Mac mini 软件生态开发顺利，那么 iPad Pro 后续用上 macOS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接着我们再聊聊两款产品的价格。也许有朋友会觉得 iPad Air 4起步价是比较便宜的，但仔细看看就会发现里边有玄机。 iPad Air 4的起售版本仅是 64GB， 而且苹果又发挥了传统异能，跳过了 128GB 版本，下一个版本是 256GB。 而 iPad Pro 虽然看起来比 iPad Air 4起售价有些高，但实际上是 128GB 的起步存储版本，这似乎 iPad Air 4是为了正式补齐低于 iPad Pro 的价格空缺市场来定位的。如果按照相同容量的 256GB 版本来看，iPad Air 4实际上还是比 iPad Pro 便宜一些。
这差价其包含了显示屏、机身厚度、相机配色、微放音效、传感器等多方面的配置缩水。如此来说 ，iPad Air 4实际上并不是有多香，而是苹果的刀法变得越来越精湛了。现在新的 iPad Air 系列更像是入门级的 iPad 的升级版，至少从外观上看是这样的。这时候给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就是我要花更多的钱去买一款入门级的 iPad 的升级版。而 iPad Air 4更新以后，该系列产品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高端 iPad Pro 的价格亲民版，从而激发本来想买 iPad Pro 但对高端价格支付能力有限的消费者再次激起购买欲望。给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就是我花了更少的钱买了一款跟高端 iPad Pro 差不多的产品。那么有很多朋友会问了，这个策略不是已经引发了不少 iPad Pro 买家的不满了吗？这个策略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实际上，理性的 iPad Pro 买家还是能够分清 iPad Pro 和 iPad Air 4的区别的，他们能够明确购买自己 iPad Pro 的理由。部分的消费者其实也很难从 iPad 的购买阵营中流失出去，因为苹果产品力是很多竞争产品达不到的。而 iPad Air 4的推出还能吸引更多消费者去购买，显然是利大于弊。现在，如果你还纠结 iPad Air 4和 iPad Pro 实力之间难以取舍，不妨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里跟大家简单分析一下，它们俩生产力水平差不多，关键在于你是否在意更加专业的娱乐属性。上面已经给出了分析，两块 iPad 的性能估计差别不大，一般使用不会有明显的感知，在生产力方面二者不会存在差别。但如果比较在意更专业的娱乐属性，比如高刷、音效、Air 等，那么 iPad Pro 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对价格仍然有预算，自然 iPad Air 4是第一选择。但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不建议选择这个版本，因为存储只有64GB，不说存储多少文件，用程序装多了估计都会撑爆。而 iPad Pro 则起步价为 128GB， 虽然稍贵了一些，但有更全面的体验和够用的存储空间。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选择结果了。好了，今天内容就这么多，欢迎关注、点赞和留言互动，下期内容我们再见。